你知道台湾有很多的检察官宁愿丢掉铁饭碗也不想干了吗？很多人担心再这样下去，整个司法体系都会崩坏，冤狱的几率大幅上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检察官过劳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台湾的法官检察官可以说是最难考上的职业，录取率只有 1% 左右。但最近呢，却爆出了史上最大的检察官出走潮。很多的检察官不是转任法官，就宁愿辞职去当律师。有检察官抱怨他们每个月呢，不只要面对上百件案子，高层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还接了一堆事情回来累死基层。比如说呢，前阵行政院颁布了打诈行动纲领 1.5 版，法务部呢就积极响应宣布要成立督导中心杜绝诈骗。但预算高达13亿元基层检察官却要钱没有钱，要人没人。有检察官呢甚至控诉，这根本就是国家级的诈骗案。这情况让很多人担心，越来越多的检察官离开，不止司法塞车会更加的严重，过度的工作量也可能会影响到检察官的判断，起诉错人呢，让真凶逍遥法外。而最后大家对于法律失去信心，社会可能会变得更加的混乱。那到底我们的司法体制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检察官纷纷出走？台湾的司法体制还有救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平常我们东西被偷，第一件事情是找警察。那如果被诈骗，也是找警察。但根据台湾的法律呢，真正抓坏蛋的主角其实是检察官。台湾的法律规定检察官是唯一的侦查主体，所以当警察接到报案，会先搜集并整理相关的证据，再交给检察官处理。那如果在过程当中，警察判断有必要羁押搜索或是扣押等等，也要透过检察官向法院提出申请才可以。而检察官收到资料之后呢，会再经过调查跟侦讯，才会决定要不要起诉这个嫌疑人。检察官按照职务可以分成3种，第一是负责侦查跟起诉的侦查检察官，第二是公诉检察官，等到嫌疑人被起诉之后，负责在法庭上面举证及辩论。另外一个则是执行检察官，在判决确定之后，负责刑罚的执行。在所有的检察官当中呢，侦查检察官的这个数量最多，大概占了2%，约有800人左右。但根据111年度的资料呢，全台湾的侦查案件大约有75万件，换算下来平均一天检察官就得要处理2.6个案子，而这个工作量呢，就是很多检察官离职的原因之一。有很多人认为检察官会离职，原因不外乎有2个。首先呢是工作太过血汗，虽然检察官的这个薪水大约落在10到20万之间，但必须要全天候待命，假日呢也要轮班执勤。有的时候为了在24小时内羁押犯人，还得要彻夜的工作。重点呢是加班费还有上限，如果超过就只能做功德。甚至有检察官说自己除了睡觉呢都在办案，毫无生活品质可言。除此之外呢，更让人心累的还有检察官的升官文化跟体制乱象，让很多人觉得看不到台湾司法的未来。刚刚有提到，法务部高层为了配合行政院的政策，在没有足够配套的情况之下呢，就把压力转嫁给基层。今年的6月呢，也有一封检察官的公开辞职信引起了外界讨论。他认为长官们都不支持认真办案的同事，导致基层检察官为了生存，不是跟着巴结上司拼升迁，就是逃往公诉检察官或是执行检察官，避免因为查案而犯错。再加上今年检察官的升迁制度改成了轮调，以前呢只要累积足够的资历就可以转往靠脑力的行政职，现在呢则可能要重回基层，让很多的检察官不满甚至还说10几年的青春就被这种恶烂的环境跟人事纷乱给毁了。很多人就担心呢，再这样下去，台湾的司法体制可能会面临崩溃。现在司法审查案件花费的时间已经很长，像是有律师说他帮客户提告到开庭要等4到5个月，有的还要半年以上。也有人分享自己信用卡被盗刷，从报警到开庭就历时了8个月。有人认为呢，如果检察官再继续的出走，留下来的检察官要背负的案件就会越来越多，压力也会越来越大。到那个时候，只要能够把案件办完就很了不起了，根本不可能做到尽职侦查。有人就担心如果检察官不是抓坏人抓很慢，就是完全抓错人，民众对于司法的信心也会跟着荡然无存，到时候就会没有人想要遵守法律，社会就会变得混乱不安。那说到底还是因为案件爆量让检察官苦不堪言。那到底为什么案件会这么多呢？近年来台湾地检署所处理的案件数量一直在提升，但未结案件也越来越多。根据资料显示呢，111年度的未结案件是108年度的1.7倍，
而案件会爆量的主要原因可以分成长期的制度问题以及近年来新兴犯罪的兴起两个层面来谈。而制度问题当中又可以分成民众滥诉、警察绩效文化两点。首先，因为宪法保障民众有诉讼权再加上刑事案件不需要缴纳裁判费，有些民众会习惯以刑逼民，通过免钱的刑事告诉，让对方可能因为被判刑的压力，愿意快点解决原本的民事纠纷。根据调查，台湾民众向检察机关提出告诉，告发案件的人口比例是日本的21.69倍。再来，也有离职的检察官表示，案子爆量跟检察机关的扫毒、扫黄、扫黑专案有关。在专案期间有些长官为了要求刑警要达到一定的绩效，那为了要跟上级交代部分的警察就只好先把案子存起来，等到专案时再一起送，或者是把同一个案件拆成好几个不同的罪名来移送，导致检察官被案件给淹没。此外，近年来新兴犯罪的盛行也是案件爆量的原因之一。有检察官表示说，近期诈欺案件暴增，让很多的基层检察官苦不堪言。以他个人为例，才短短的5天就已经被分案60多件，根本就没有时间追查金流、追查上游，能够处理完人头账户的问题就要偷笑了。而且，就算检察官真的查获上游也没有用，台湾的法规没有与时俱进对于诈骗集团根本防不胜防。比如说，现在银行的开户太过简单，很多人没有钱就会卖账户给诈骗集团抵债。那被查到就说是找工作时被骗申请贷款被骗等等，抓都抓不完。此外第三方支付平台跟个人币商在近年变成了诈骗温床。检察官也质疑说，类似案件已经查获了好几起，主管机关却都没有积极的纳管。如果这些制度面的问题不处理，诈欺的案件只会越来越多。而法务部针对这些检察官所面临的困境也有话要说。6月初法务部发出的新闻稿表示，他们知道检察官的工作负担非常沉重，所以也已经积极的争取相关资源。目前规划出了2个方向。第一，既然案子太多，那就要增加人力。法务部承诺会分4年增加600位司法人员来分摊沉重的案件压力。而针对打诈专案则会禁用这个100名的检察官助理，强化侦查的辅助人力。再来在制度的层面法务部除了会透过任务编组、简化文书工作等等措施，减轻检察官的工作负担，也已经提出了洗钱防治法的修法，并且在5月经过立法院3读通过，未来应该可以从源头减少诈欺案件的数量。而此外，法务部长认为目前的轮调制度是为了打破过去只要没有缺额，优秀的检察官就没有办法往上升的困境。现在透过轮调，大家都有机会上2审累积经验，开拓视野。至于有检察官转任法官或是退职当律师，他认为这是职涯选择会给予祝福跟尊重。不过，十分关注台湾司法改革的台湾公民人权联盟却认为，法务部的回应根本是在避重就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台湾公民人权联盟认为检察系统会瘫痪的主因是检察官跟刑事警察的工作大幅重叠，有高达7-8成的案件都是刑警调查之后再移交给检察官重新侦查，所以应该要把侦查跟起诉2项工作区分，提升办案的效率。如果只是增加检察事务官、检察助理这些人手，因为他们不是侦查主体，侦查当中的证据能力都没有办法比照检察官，而检察官不止没有省下侦查的工作，最坏的情况还可能导致重复侦查的现象更加的严重。台湾公民人权联盟认为，检警分工已经是世界的潮流，我们应该要跟这些国家学习。像是美国因为警察是第一线人员，所以侦查工作就由警察全权负责。而韩国则从去年开始大幅的限制检方的侦查权，除了贪腐与经济犯罪之外也都会交给警察机关来侦办。而另外，日本则是采用双侦查主体，日本的检察官扮演着补充性的角色，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会进行侦查。那回到台湾根据资料，台湾每年起诉案件当中有65% 是有期徒刑5年以下的犯罪。如果这些案子先让刑警负责侦查，再交由检察官决定要不要起诉，就能够大幅减轻检察官的工作负担，也可以提升侦查效率跟办案品质。此外，他们也希望可以落实刑事诉审法，在1审无罪判决之后，检察官除非有重大的理由，否则不得上诉，能够减少司法塞车的现象。那因为篇幅的关系，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欢迎追踪台湾公民人权联盟的 IG 司改加速器来关心这个议题。在深入了解这个议题之前我们一直以为检察官就像是电影电视上面演的，每天都精神奕奕的打击坏人，但没有想到实际的情况却是，有很多的检察官靠着牺牲生活品质来维护着司法正义。有检察官说，他苦读了好几年，也熬过了2年的司法官训练，才终于当上检察官。最后却因为爆量的案件、上头的压力，将热情燃烧殆尽，黯然辞职。
而且呢，这个困境不只是检察官个人问题，如果司法体制不能够有效的运作，最后可能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目前安居乐业的生活。不过在讨论这个议题的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人会担心台湾现行的检察官制度就是为了要避免刑警的权力太大，那如果未来都让刑警独立侦查，那可能会有滥权的风险。而且面对这样的改动，相关的配套措施能不能够顺利的执行，基层刑警的观感或是意愿程度如何，可能也是需要观察的重点。所以我们也希望邀请大家一起关注这个议题，一起讨论看看这些问题有没有更多不同的思考方向。那最后我们想来问大家，如果你是每天超时工作的检察官，你会不会想要转职呢？不会我觉得检察官能够代表国家执行法律是很重要的工作。B 会即使知道我的工作很重要，但是过好我的人生更重要。C 会但可能会选择投入民间组织推动司法改革。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想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检察官过劳。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陪审团制度以及民选法官。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